之道为使者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挚友小关，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。有的人说生命在于运动，有的人提倡长寿需要静养，但国家级名中医陈毅说，生命在于平衡，并非多动或少动这么简单。对于养生，他有一套私家的抖抖操。有不少同事看到医院院长大跳抖肩舞，笑到眼泪都出来了。但院长却说这个办法好得很，百练不如一抖，颤抖3分钟，气血便可传遍全身。那具体是怎么个抖法？今天就跟着小关一起来学习一下吧。那在节目开始之前，希望大家能点点订阅和小铃铛，您的支持是小关最大的动力，感谢大家。俗话说，百练不如一步，百走不如一抖，这是有道理的。抖抖操是全身运动，有氧运动，不需要工具，也不用固定场所，只要有容纳一个人活动的空间就可以了，简便易学且效果非凡。对于这个颤抖养生绝技，有专家评估说，只要颤抖3分钟，气血津液就会自脚底传遍全身，洗礼去除多年积存体内的淤污，10分钟后立感身体轻松舒适。长期坚持后，腰酸背痛、失眠消失了，头痛、便秘、痔疮等全部得到缓解，甚至痊愈。颤抖是神奇的有氧健身，如果能坚持感受10分钟，相当于慢跑5公里的运动量。如果能坚持每天1次，1个月就能感受3年的气功效果，能有效改善人体20种疑难杂症，比如能增强肌骨功能，增强人体肌肉活动力，增强各关节的功能，还能甩掉肥肉。经过颤抖活动，首先疏通了经络，经络是人体生命活动枢纽，疏通经络有利于体内各组织器官的动作与协调，促进气血物质循环。经络畅通，气行血畅，气血通达，增强体质，还能调整人体磁场，地球大磁场，人体小磁场。经过颤抖调整人体小磁场，使细胞成为有序化排列，强化体质，而调整人体磁场有利于气血循环、新陈代谢。那么这么好的运动具体怎么操作呢？陈毅说，这是我自己独创的，要诀就是全身一起抖，2只手同时向前抖抖，向左抖抖，向右抖抖，分别抖100次，这样可以让全身肌肉放松，不限场地，只要疲劳了就能抖。10多年前，他工作非常忙，没时间走路，就想出了这么一套动作。自己觉得这么多年抖下来，身体也好了不少，而且男女老少都能学，对一些长期坐办公室的白领也很有好处。一般在电脑前久坐2个小时，就可以站起来抖抖了，对颈椎、腰椎都有好处。颤抖操可以站着做，也可以躺着做，具体方法如下：仰卧式，喝一杯温开水后，仰卧在床上，枕头不必太高，双手双脚自然平放，静止1分钟后，双手缓缓向上举起，双脚竖起，四肢与身体成90度角，然后四肢轻轻抖动，每次3到5分钟，早晚各做1次。站立式，一手丹田，全身放松，排除杂念，眼睛微闭，2脚放开与肩同宽，2手自然下垂，手心向内，然后2腿稍用力进行上下颤动，2手和全身跟随腿的抖动而活动，早晚各做1次。高血压患者和腿病患者2手90度平放，腰痛患者和心脏病患者2手50度斜放。站立式一般人也可以用陈毅老师一样的方法，但关键都在于全身放松，排除杂念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颤抖可以单独锻炼，也可作为其他活动的热身运动。经过颤抖，人体各个部位的功能已经启动，可以作为太极拳、太极剑及各种锻炼的准备活动。冬季则可作为锻炼前的热身运动，运动强度应适中，速度不宜过快，时间不宜过长，亦不感到明显的紧张和吃力为度。说完全身运动，我们就要说到静养了。有没有那么一种运动，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健康每一天呢？当然有，
您知道吗？我们小小的耳朵上分布着93个穴位，全身器官组织在这里都有特定的反射区。身体有病变时，往往会在耳朵相应部位出现疼痛敏感、皮肤电特性改变、变形、变色等反应。通过刺激耳朵的相应部位，可以起到防治疾病的作用。长寿老人中，耳朵大的人很多，而且耳垂很长。耳朵大意味着肾气旺，先天禀赋好；耳垂长意味着头脑健康。当然，这并不是说耳朵小的人就一定不健康、不聪明。所以接下来，小关要给大家介绍耳朵这颗养生丹的用法。坚持每天10分钟，绝对有利于五脏六腑及全身的气血循环。气血通畅了，病痛就少了。1. 揉耳垂，健脑防痴呆。操作方法：将食指和中指并拢塞入耳腔，拇指放在耳垂后面，3个指头尽量将头面区全部捏住揉动，食指和中指不动，拇指做搓揉动作，顺时针揉50次，逆时针揉50次，再把耳垂往下拉一拉。耳垂一带是耳朵的头面区，这一区域的耳穴与人的头脑、面颊关系密切。经常按揉耳垂可以美容养颜、醒神健脑。2. 掏耳窝，掏空五脏毒素。操作方法：把食指和中指的指甲剪掉，放进耳窝里，用力来回掏，争取让手指触及耳窝的每一处，每天掏100次。耳窝是耳朵的中心区，五脏六腑对应的耳穴都在耳窝里。对耳窝里的各点进行刺激，能调和五脏，耳窝不容易搓揉，所以要用手指掏。3. 揉外缘，四肢强壮更长寿。操作方法：用拇指的全部和食指的大部分夹住耳朵外缘，来回搓揉，每天100次。耳廓外缘的耳穴主要对应于人的四肢，一般肢体健壮而敏捷的人，耳廓外缘比较宽大；肢体瘦小的人，耳廓外缘就相对窄小。长期揉耳廓外缘可以使四肢强健。4. 捏三角，护心养胃，远离尿频。操作方法：食指和中指托住三角区的背面，拇指按在三角区上捏紧，食指和中指不动，拇指做搓揉动作，先顺时针搓揉50次，再逆时针搓揉50次。耳朵上的三角区就是三角窝，对耳轮下角和耳轮与三角窝相邻的部分，它对应于人体的泌尿生殖系统，还有交感、神门2大要穴。捏这个区域可以滋阴补肾，还能调整体内植物神经，调节排泄机能。5. 摩耳背，摩低血压，摩通血管。操作方法：食指和中指塞进耳窝，从反面托住降压沟，拇指指腹沿着降压沟从上往下摩擦，每天摩擦100次。耳背上有一条沟叫降压沟，它对应人体的脊背。摩耳背的作用相当于捏脊，可以调畅全身的气血。6. 搓全耳，效果翻倍，身强100倍。操作方法：用手掌搓耳朵，前后搓50次，再上下搓50次。在对耳朵的各个区域进行了一遍按摩之后，还要搓一次全耳，这样可以使在先前按摩中获益的部位气机更加顺畅，通达全身。这套动作做完后，如果觉得耳朵发烫，浑身充满暖意，手上也微微出汗，说明效果达到了，全身的气血、经络和脏腑都得到了一次锻炼和清洗。这边还要特别提醒一下，如果您觉得哪里不舒服，就要给哪里加餐。比如，如果四肢瘦弱无力，就要把重点放在耳朵的边缘；如果肾亏阴虚，就要把重点放在捏三角上。如果有胸闷、烦躁的症状，或有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，就要把摩耳背作为重点。如果牙龈肿痛，就按耳垂，耳垂相当于面部。当因上火导致牙龈肿痛或脸上长小疙瘩时，可以用拇指和食指揉捏耳垂，有很好的治疗效果。潜意识点穴提示经常按捏耳垂，还能美容养颜。心绞痛就按下耳窝，经常刺激耳夹腔部位，俗称下耳窝，
对循环系统有保健作用。下耳蜗相当于胸腔内脏器官，心绞痛时，首先要保持镇定，不要惊慌，立即停止活动，卧床休息，最好抬高上身，然后可对下耳蜗进行按压。大哥就按上耳蜗，上耳蜗即耳夹腔上方的耳夹挺，相当于人的腹腔，按摩此处有助于消化，并有强肾健脾之功。大哥中医称为恶逆，多是由于脾胃虚弱以及暴饮暴食引起胃气上逆所致。失眠要按上下耳蜗。失眠中医称不寐，大都有心，脾虚弱及肝气不畅所致，可按揉下耳蜗中的心及其上耳蜗中的脾、肝穴位。四肢疼痛揉耳轮，耳廓的外周耳轮相当于躯干四肢。颈肩腰腿痛等躯体疼痛患者宜多按压耳轮。这么好的方法，观友们赶紧转发告诉亲人和朋友，大家一起练起来，一起揉出健康好身体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观友们可以在视频下方给小关留言，喜欢小关的别忘记点击订阅哦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